他轻轻把一粒糖放到小家伙口中，孩子得了甜味，瞬间满足得无以复加，笑着又往青恒君怀里蹭了蹭。蓝忘机忽然想起，很久以前自己去龙胆小筑前顶着雨弹了一天的琴，晚上回来便病倒了。那时他尚且年幼，与兄长同住，半夜烧得恍惚，一向对他严厉有加的叔父却并未责怪他，只是叹气把他抱在怀里，给他喂药，末了嘴里便被塞了粒糖珠。叔父的声音有些不真切，可怀中的温却是实实打实的。他听见叔父叹息着唤着他的乳名，阿战呐，傻孩子，同你爹爹是一样的人。小家伙渐渐睡了，却还是紧紧抓着青恒君不放，像是怕他跑了。青恒君低头看着埋在他怀中温软的小家伙，又看了看自己的小儿子，莫名笑了一下，口型道：忘机喜欢这个小朋友。蓝忘机自然看懂了，脖梗都染上绯红。怀中的孩子动了动，奶声奶气地咕哝了几句什么，极为奶糯依恋地蹭了蹭抱着他的人，小猫似的，看得青恒君心里快化出水来，又想起长子的话，不由感慨，这么好的孩子，还这么小，天命怎地就这般不公，生生夺走了他的爹娘。孩子睡熟了，只在榻上占了块极小的位置，下意识地蜷缩着身子，短短的小手抱着自己，那是个能让他感觉更安全的姿势。烧退了，一时半会儿没什么大事。江澄与江丰眠就算再担心，到底老是留在蓝忘机房中也不好，便回客房了。蓝启仁也被自家兄长赶去睡觉，临走时把探头探脑想看看小奶团的蓝曦臣也带走了。烛火安安静静地立在灯芯上，暖洋洋的一汪，就连清冷的月色也格外柔和起来。青恒君坐在榻边，对小儿子招招手，换了个更为亲昵的称呼：阿战，你也上榻。蓝忘机一愣，下意识想拒绝，父亲却冲他笑，看着他：来吧，陪阿英一起睡，这孩子是叫阿英吧？许久未见的父亲似乎又瘦削了些，眉间总是泛着一股淡淡的忧伤。他苍白的面色被烛火染上暖意，身后绽开的月光使他看起来格外的不真切，似真似幻地对他笑着，冲他招手，像是一场梦，可又不是梦。大概是在今夜，神明听到了所有人的祈愿，桂树清光洒落得格外之多。少年如被蛊惑，乖乖地脱了外袍，爬上榻，钻进被子。他一躺下，那奶乎乎的一小坨便拧巴着蹭过来，烧退了便不再噩梦，转而寻觅着那个熟悉的怀抱。蓝忘机下意识长开双臂搂住小奶团，奶团心满意足地蹭了蹭，嗅着檀香睡下，温软的像是块毡膏，全心全意地依赖着他的二哥哥。小奶团黏黏糊糊地蹭着他，二哥哥，我在。少年回答。你打妖怪累不累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奶团似乎是忽然想起，强撑着最后一点力气也要问出口，明明已经被折腾的没有半分精力了，黏黏的。蓝忘机愣了一下，随即安抚道：我没事。奶团又小声嘀咕了些不成句的话，终于安心要睡了。少年肩上落了只大手，轻轻拍了拍，接着小少年和小奶包的头各被轻轻揉了一下，又惹得那奶包奶糯的咕哝了几句。好好睡吧，阿爹守着你们。男人声音有些哑，却也说不出的好听，让人听着心就静下来了。蓝忘机搂着怀中的小奶团，背对着父亲，忽然眼眶灼热，他把头埋在奶团发顶，鼻尖萦绕着甘甜的奶气，湿润的东西滴落，很快又不见了。奶团似乎有所察觉，抱住蓝忘机的脖子，将自己柔软的小脸蛋软塌塌地搭上少年线条优美的颈窝，安抚似的吧唧啄了一口。蓝忘机顿了顿，奶团却不依不饶的口齿不清，却固执道：喜欢二哥哥。原来神明真的都听到了。那一夜蓝忘机睡得很沉，他似乎做梦了，又似乎不是梦。他看见父亲撑着额头靠在榻边小憩，一个身形纤细的女子默默走过来，看了父亲一会儿，说了句傻。女子坐在他旁边，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然后给他怀中的奶包抻了抻被子。女子转身离开，若是喜欢，娘亲替你定下了，我同阿英父母说去。阿战要好好待着孩子。奶团睡得极熟，却听到了似的，点了点头，定下，好。次日，小家伙睁眼还有些懵，风寒加之刚刚睡醒，
他还有些不甚清醒，呆愣地看着把他抱在怀里的男人。阿英醒了，要吃药喽。男人笑着用被子裹着她抱着，轻轻拍着。Shiu，孩子的奶音依旧有些口齿不清，这些天的努力被生病打回原形。阿英昨天还喊我阿爹呢。男人笑着揉了揉她的头，看着傻掉的小团子，想逗逗她。你知道我是谁阿爹吗？我是蓝湛蓝忘机的阿爹哦。小家伙自然知道蓝湛蓝忘机是他的蓝二哥哥，那他岂不是抢了二哥哥的阿爹？清恒君看着小家伙猛猛地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看见端要走过来的蓝忘机，眼眶竟然开始泛红。清恒君还没来得及搞明白怎么回事，蓝忘机已经来到他们面前。魏婴，还疼不疼了？岂料小奶团抬头看看他又看看抱着他的男人，忽然抽泣起来，奋力的想挣脱男人的怀抱，却又挣不开，手足无措的看着蓝忘机，一双大眼睛里蓄满了泪水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呜呜，我没想抢二哥哥的阿爹，呜呜，对不起。生病的小家伙更为敏感，眼泪也更控制不住。蓝忘机吓了一跳，急忙把眼泪巴叉的小奶团抱过来。魏婴，怎么了？小奶团还沉浸在自己抢了二哥哥阿爹的自责中，呜咽着解释我不知道，没有抢阿爹。他越哭越是解释不清，越是解释不清越是心急，拼命地憋着喉头的哽咽。阿英不会抢二哥哥的阿爹。蓝忘机有些没明白他说什么，声音含糊不清，他便只能一言不发把他抱在怀里给他拍背。小奶团生怕他不信，支支吾吾地解释着，最后委屈得要命，紧紧抱着蓝忘机。真的没有抢二哥哥的阿爹。蓝忘机总算听明白了些，却不知如何安抚，只能道没事没事。清恒君知道自己吓到孩子了，不由得摸了摸鼻子，小家伙的确很敏感，也很招人疼，慌慌张张解释的样子，可爱又可怜。小家伙抽抽搭搭地窝在蓝忘机怀里，头还晕晕乎乎的，小小一团一颤一颤的，病中煞白的小脸和哭红了的桃花眼更显脆弱娇嫩，像是个粉妆玉砌的瓷娃娃。他风寒未愈，流浪时多少落了些寒症，以至于往日温软的奶团现在身上有些发冷。少年轻轻皱眉，很是心疼地抱着奶团，轻轻捋顺着奶团的后背，摸了摸孩子圆鼓鼓的小脸蛋，抹去泪水。没事的。少年似乎下了极大的决心，脖子都红了。不是抢，你若是想，也可以唤我父亲为阿爹。